现在这救市的招数啊，真的是挺直接的，简直就像是直接瞄准了一线城市开炮，先把这些大城市稳住了再说。说实话，这也是实在没辙了，毕竟那些2、3、4线城市楼市宽松政策都用的差不多了，什么限购、限售、限价、税费、利率一降再降，市场就是不买账。现在救市的重点很明显，就是一线城市，也只有这些地方，政策还有点调整的空间。比如说上海。前几天不是取消了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的划分吗？这招挺狠的，连带这个税、增值税、契税都跟着降了。北京也没闲着，紧随其后取消了同样的划分，买房超过2年的增值税全免，满140平米以下的房子，契税只要1%，这不就是想方设法让大家买房成本降低，刺激一下高端市场吗？现在房产市场这么冷清，销量上不去，以前的那些限制政策也没啥用了。如果你关注房产新闻，就会发现北京和上海的这一波操作，其实都是在意料之中的。早在7月的时候，会议就提过让相关城市调整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标准。到了9月，北京连续发文，先是说取消标准，后又强调要及时取消。再到11月，财政部的税费优惠措施也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。这一连串的动作，明显就是为一线城市量身定制的。就像取消限购政策，不用说，肯定也是为了这些大城市。所以说，这些松绑政策在一线城市可能还能起到点作用，换到其他城市可能就效果有限了。毕竟一线城市的购买力还是强很多。现在广州的房地产市场也开始热闹起来了。这回是在白云区、黄埔区、花都区、番禺区、南沙区、从化区和增城区这7个区域，只要你在这些地方有合法产权的住宅，而且在广州市连续交了1年的社保，就能申请入户了。这基本上就等于说买房就能落户。记得去年9月我说过，广州在放宽楼市政策上一直是走在前面的，因为房子卖得不好，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，所以能放宽的政策都放宽了。这次广州的动作，说实话，不太像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一线城市会做的事，反而有点像2线的做法。限购政策说放松就放松，落户门槛低的几乎可以忽略，连首付利率都是一线城市里最早下调的。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让大家买房，现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。说到11月18号，广州还计划在全市买下90平米以下的2手房，用作保障房。不仅收购的范围和面积扩大了，收购价格才是真正的看点。我们之前也讨论过，把商品房转为保障性住房，我个人是非常支持的，规模越大越好。但实际上，很多城市对这个并不积极，说白了，地方也想从中获利，希望能买那些租金高、房价低的房子，但这种房子太少，所以收购规模一直上不去。总的来说，从去年9月底开始，一线城市的楼市政策一直在放宽，而2、3线城市大部分都不太值得关注，因为即使政策在放宽，效果也不大，库存多，房价高，需求又不旺盛。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线城市，看他们会出什么招，而且这种政策的加码还得继续，一旦停下来，销量很容易就会下降。